北溪岸再现重大突破，乌克兰低估了欧洲国家态度。1人落网，作案小组7人身份全部曝光。Was für mich wichtig ist, ist, dass wir aber eben in Deutschland ein Rechtsstaat sind und dass wir 政治敏感度高，那地缘风险大。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危机中欧洲应该更理性、更现实。凤凰聚焦俄乌战局，北溪岸真相追踪正在播出。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是俄乌战争中几大罗生门案件之一。最近案件的调查突然有了新的进展，德国公布说有7名乌克兰籍人员实施了爆破袭击，并指乌克兰政府深度参与。消息一出，引爆了舆论，各方的态度不一。德国的调查结论究竟是如何得出的？可信度几何？这次案件的调查结果会在俄乌美欧之间掀起怎样的波澜？延宕3年的北溪悬案又出现了新进展。1名乌克兰嫌疑人在意大利北部度假胜地里米尼省被捕，被警方带走时，嫌疑人比出了3叉戟的手势。在乌克兰，伸出3根手指通常用来表示3叉戟，这是乌克兰国旗和国徽上的国家象征。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49岁。目前的身份是乌克兰籍企业家，从事再生能源行业。过去他曾是乌克兰安全局的成员。谢尔盖被捕前3天，德国检方刚刚发布国际通缉令。当时谢尔盖是利用化名和家人通过在网站预定的旅行团入境意大利。他计划在意大利海滨度过5天的假期。当他在酒店登记时，触发了国际刑警组织的警报，意大利警方立即出动。组织者是以公开身份在意大利活动，所以可以见得乌克兰认为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或者是不方便接案子，所以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在欧洲度假，在欧洲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乌克兰低估了欧洲国家态度他们没想到欧洲的态度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乌克兰人谢尔盖的被捕，将北溪岸的矛头再次对准乌克兰。3年前，关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能源命脉的北溪管线被炸，欧洲不得不转向购买价格高昂的美气和挪威天然气。北溪管线被炸后，德国工业用电价格在1年内飙升125%，欧洲的家庭能源开支大幅上升，直接影响近3年德国甚至欧洲的经济增速。8月21日，德国司法部长胡比格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逮捕首个北溪案嫌犯是德国多年来调查的巨大突破，但乌克兰籍的嫌疑人落网不会影响德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Wir stehen politisch fest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Gegen die Ukraine wird seit 3 Jahren ein furchtbarer Angriffskrieg geführt durch Russland. Wir stehen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Wir werden weiterhin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stehen. Was für mich wichtig ist, ist, dass wir aber eben in Deutschland ein Rechtsstaat sind und dass wir Straftaten, die in unserer Zuständigkeit begangen werden, auch konsequent ermitteln. 德国媒体评价，在面临德国和乌克兰2国之间尴尬问题时，司法部长的回答堪称教科书。一方面兼顾了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为德国执法当局下一步的细致调查找到了理由。德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来公布北溪案的进行调查结果，有这样的2重原因第一层原因就是，那德国的确它还是遵守国际法治，结果呢要给世人一个交代。第二个呢，就是也不能排除说德国政府在这个时机来公布是为了求得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平衡的立场。德国方面呢，其实也并不想说放弃北溪2号管线所带给它的一定的筹码。这个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对于乌克兰呢形成一定的制约，那尤其是对乌克兰未来的这个政坛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周后，北溪悬案再现新突破。8月28日，多家德国媒体发布消息，公布北溪案的重大细节。据最新说法，7名嫌疑人的身份均被曝光。
作案小组包含一位现场组织者、一名船长、一名爆破专家及4名潜水员，其中1人已经在俄乌作战中死亡。目前，德国检方已经签发了对剩余6名嫌疑人的通缉令，1名嫌疑人已经落网。而作为北溪案的当事方，俄罗斯对德国公布的最新调查进展表示满意。8月28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希望北溪案会被彻查，不仅是实施者，下令实施的幕后黑手也将被揭露。我觉得俄罗斯表示满意啊，我觉得是他自己也认为现在的调查确实是向有利俄罗斯的方向发展啊，对乌克兰的这种责任的这种认定，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消除了一些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一些担忧啊。因为我觉得当时西方国家和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来制造这次危机的时候，确实很多支持与俄罗斯对话合作的一些这个社会阶层啊，出现了观点上的一些摇摆。那现在当这个事件被澄清之后呢，我觉得赞成俄罗斯对话合作的这些声音可能会有所恢复，我觉得这是俄罗斯乐见的。到底是谁制造了北溪案呢？3年前，为了破获这起大案，德国联邦执法部门成立了调查组。根据前期线索，调查人员相信仙女座号有高度嫌疑，可能是作案船只。所幸的是，仙女座号被归还后，并没有再次出租，也没有被妥善清理。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的犯罪现场调查员对这艘游艇进行了逐厘米的检查，船上留下了大量的物证、指纹、DNA 样本、爆炸残留物，船尾游泳平台还留下了潜水员下水时的划痕。整个来看，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治敏感度高，那地缘风险大，牵涉的国家，尤其是牵涉到处于战争和冲突状态的双方，还有就是西方的立场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经过这3年的调查，德国方面也是用挤牙膏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往外吐露信息。这里面当然有取证的繁琐和政治的敏感度，还有就是它和整个俄乌冲突的进程密切相关。那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需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我想这里面还有政治的考量和战略的设计。第1名嫌疑人在2024年夏天被确认。2022年9月8日，乌克兰潜水教练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列夫在德国吕根岛驾驶超速被拍，留下了脸部清晰图像。通过比对，德国检方发现他正藏身波兰。2024年6月，德国检方发出逮捕令，但波兰当局拒绝引渡。随后，茹拉夫列夫被发现乘坐乌克兰外交官的车辆逃离波兰。而在3年前，乌克兰嫌疑人就是从波兰进入了德国。当乌克兰的特种人员经过波兰进入了这个德国，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应该有事先打招呼的，有一定的默契在里边。波兰也是反对北溪管线运作的，反对这个德国和俄罗斯在能源上的这种合作的。为什么修这个北溪管线？就是因为这些东欧国家和乌克兰不断的拿石油管线去向俄罗斯勒索他啊，要他做外交上、安全上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让步。最后可是俄罗斯把管线挪到海底，绕开这些的这个反俄的东欧国家，直接跟德国进行天然气的贸易。那这是可以见得波兰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反对这个俄德贸，所以调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也不会太情愿，也不太愿意配合。随后，根据仙女座号上留下的 DNA， 调查人员锁定了第2名嫌疑人佛谢沃洛德 K， 乌克兰籍。讽刺的是，佛谢沃洛德曾在德国接受训练，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德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项目之一。当时，佛谢沃洛德在服役期间填写并签署了相关文件。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从文件中提取到他的 DNA， 与残留在仙女座号上的 DNA 比对后，佛谢沃洛德 K 被确定是嫌疑人之一。佛谢沃洛德在北溪作案后投身乌克兰战场，已被推测死在了战场上。而利用仙女座号上提取的指纹，租船人波波夫浮出水面。
波波夫明显是一个假名，他实际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乌克兰水手，在仙女座号上担任船长。过境荷兰时，他留下了指纹，与仙女座号上的指纹比对成功，被锁定嫌疑人身份。团队中的女性嫌疑人一直备受关注，曾有目击者描述，这位女性成员有一头棕色的头发。但调查人员对仙女座号进行物证搜寻时，无法确定女性成员身份。调查一度还指向了错误的人选。现在，调查人员基本确定，被多个目击者看到的女性成员名为瓦莱利亚 T，40岁。她是一位潜水高手，在乌克兰还保持104米的深潜记录。据说，瓦莱利亚还擅长夜潜。令人意外的是，瓦莱利亚只是个平民。目前看不出他和乌克兰政府有任何关联。首先，这个军事小组主体仍然是乌克兰的国家的这个特战人员和情报人员，只有一个深潜专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军方的背景。但是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进入战时状态，为了实施某些特殊的海外的军事行动的话，他确实需要招募新的专家。那作为乌克兰公民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在战时被招募。我觉得虽然他的是非军方的非特种作战的这些背景，似乎认为这是好像是某种这个私人行为，但是我要看到主体主使者领导者，这个行动的仍然是乌克兰的国家的情报部门人员为主。所以深潜专家的介入，我觉得只能说他们在整合一些专业人员加入其中，而且本身这个深潜专家又是乌克兰公民。这些嫌疑人都有个共同的特征：乌克兰人，持有真实的乌克兰官方签发的护照，但护照上却全部用的假名字。德媒评论，这一特征再次表明袭击小队接受了乌克兰国家的援助。此前，2023年11月，德国《明镜周刊》就撰文称，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由乌克兰特种部队前指挥官罗曼·切尔文斯基上校协调，但乌克兰官方从未承认以上指控，甚至否认袭击小队与乌克兰官方有任何关联。的确，北溪管线事件绝不是一个小事情，也不是一个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能单独操作的一个事情。毕竟是在北约的成员国的境内，而且呢，事关欧洲的能源安全和欧洲的经济安全。那么，尽管现在欧洲这个调查已经触及了7个乌克兰人并且有名有姓的点了这些人，但是事实上，乌克兰还是有一些外交上、政治上的一些操作来切割这些人员与他乌克兰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从意大利抓获这个所谓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嫌疑人开始，我觉得引渡环节也会出现很多外交上的博弈，甚至意大利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也会拖延，因为他想交出去这个烫手山芋，但德国未必敢接。7名嫌疑人究竟是如何作案的？幕后还有更大的黑手吗？随着北溪案的真相被逐渐扒开，所有相关国家将面临什么？这就是最后的真相吗？故事始于3年前，波罗的海翻滚的波浪爆发。2022年9月26日，丹麦军方航拍到了这团不断涌动的波浪。这段视频后来成为这场发生在海平面下80米的袭击的标志性画面。2022年9月26日凌晨2点03分到晚上7点03分，4枚装置在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1号和2号上的爆炸物被引爆。北溪1号管线被炸毁，尚未投入运营的北溪2号仅剩1条管线尚可使用。2起剧烈的爆炸甚至引发了里氏2.3级和2.1级的地震。这起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破坏行为，可能永远粉碎了德国人曾经想从俄罗斯获得廉价天然气的梦想。北溪管线被炸时，德国有55%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北溪2号管线还未投入使用，但德国企业已经为此投资了95亿欧元。2场爆炸让德国的投资者血本无归，储存在管线内的32亿立方米天然气也索赔无门。
北溪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起被德国媒体称之为政治惊悚剧的悬案引发了高度关注。通过3年的调查，事故的拼图被不断完善，案情的全貌逐渐展现。德国国内政治来讲的话，必须要交代不可能这个事情永远压下去，永远掩盖下去，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件。要想采取这么大的爆破事件的话，爆破行动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蛛丝马迹，所以德国的检察部门要给德国社会、德国公众一个交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最终是开始逐渐水落石出。7人小队到底是怎样炸毁北溪管道的？案件始于2022年的一个普通夏日，位于德国吕根岛的莫拉游艇公司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租赁一艘15米长的帆船，申请由一个在美国注册的谷歌账户发出。后来警方查证到，邮件实际上是从乌克兰的一台电脑发出的。2022年9月7日下午2点左右，网络摄像头的图像显示，这艘被租赁的游艇正驶临罗斯托克的霍赫杜纳码头驶向大海，船名仙女座号。据目击者回忆说，他注意到一艘德国的游艇停泊在港口办公室后面，但严格来说，船员们更为吸引人。这群人既不像家庭，也不太像情侣。船员包括5男1女，他们正在大量采购，明显是为后续行动囤积物资。此后，仙女座号一直航行在波罗的海北溪管线附近。2022年9月12日，还有海上目击者见到过这艘仙女座号，但当时波罗的海气候恶劣，巨浪高达2米。9月13日到9月26日之间，天气稍有好转。4枚定时炸弹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被安置在北溪管线上。整个的这个作案过程是高风险高投入的，4条这个北溪管线。我们知道，其实北溪1号和北溪2号都是副线工程，也就是说，无论哪一条线都有2条管道一条主管道，一条副管道。所以它设计了4名潜水员，其实很明确的是希望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将4条管线全部爆炸成功，以保证说每条可以年输送550亿立方米的这个管线呢，都可以被彻底的清除掉。第二个呢，就是要炸掉这个在海底距离水面70-80米，甚至到80-90米这样的深度的管线，是需要高超的技术的。而且，首先你要知道管线在哪里，你要知道图线这个所谓的后面的底下的布局在哪里。根据丹麦和瑞典2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调查，仙女座号在2022年9月的作案航行轨迹被描画出来。这艘小船从罗斯托克经吕根岛的维克，然后停靠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岛、瑞典的桑德港和波兰的科尔贝格。沿途，根据目击者证词，袭击小队在一个地方接走了1名船员，并在另一个地方扔下了4个炸药包。每个包裹都装有14到27公斤的爆炸混合物。在北溪岸现场的水下以及仙女座号的船身腹部都发现了炸药的痕迹，这些痕迹也将爆炸与仙女座号勾连在一起。专家们从最初就认为，业余人员不可能用仙女座号这样的休闲船只，在复杂的波罗的海水域完成如此精准的炸药铺设。这意味着船员必须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使用重达200多公斤的潜水设备，从船尾的小型游泳平台进行所有潜水操作。说你还要战胜恶劣的天气环境，那一条租的小船、小游艇，那如何能够在波浪汹涌的水面上长时间的停留，保证说潜水员能有时间去完成这样的高难度的动作，然后再安全的回到这个船上来，这也是非常难的。再有就是它还是一个隐蔽的行动要拿假护照，要用假身份去租船，然后还要这个在完成任务以后再回到这个岸上，然后再把船再交了这些都是很困难的，极度困难的。所以如果不是一个专业性的团队，仅仅靠民间的一些组织去进行完成，我个人感觉
似乎有一些天方夜谭。北溪案这起牵扯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悬案，自案发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罗生门，与管线利益攸关的国家全部卷入其中。俄罗斯、美国、乌克兰都曾被认为有作案嫌疑，但三国也全部予以否认，并陷入了互相指责。其中，俄罗斯首先被西方国家怀疑是自导自演，炸毁北溪管线，以此来要挟欧洲。但俄罗斯又怒斥回击，认为美国是幕后黑手，乌克兰是实施的马前卒。202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就在华盛顿发表过讲话，威胁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全面军事冲突，那么北溪管道就危险了。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多年来，俄罗斯也一直在呼吁彻查北溪案。俄罗斯是受害者，所以他一直要求调查。我觉得调查很快就是希望呢，从在这个事件中找到肇事者，并试图要追责索赔俄罗斯对美国的指责，这就成为了俄罗斯与西方与乌克兰打舆论战、打外交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通过要求在北溪管线被炸事件的这种追责调查，包括要求联合国或者说欧洲国家与俄罗斯联合进行调查，实际上就是俄罗斯要想在舆论上打败对方，然后最后让对方陷入外交的被动。但作为当事方，俄罗斯从未介入过北溪案的调查。北溪被炸后，德国、瑞典和丹麦各自组成了调查组，其中瑞典和丹麦都有认定北溪案系人为蓄意破坏，但两国没有公开具体调查结果，并于2024年宣布终止调查。最后只有德国一直调查至今。领导爆炸现场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独立司法见证调查的瑞典人安德森曾对记者说，他对北溪案的调查越深，越觉得北溪管道被袭击只是切断俄罗斯与欧洲联系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三方独立调查凸显了北溪2号管线的地缘政治敏感性。欧洲的北欧国家之间原来有这么强烈的这个合作意愿和密集的合作的这个网络都没有形成一个合力因为这个事发地点是在瑞典和丹麦附近的海域，所以他们两方的这个检方去调查呢，也只能去检查事发海域的情况。瑞典和丹麦他们是小国，所以在发现了这是具有明显的人为破坏的痕迹，他也不敢说，那恐怕也不敢再继续调查下去干脆还有德国德国是个大国，那由德国方面来独立的去进行调查。为什么北溪案真相成了不可说的秘密呢？2023年，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表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将嫌疑直指美国政府。他称，根据知情人透露，是美国海军潜水员在北约演习的掩护下潜水布下了炸药，但白宫很快出面驳斥了这一说法，称其纯属虚构。也早有外媒爆料显示，美国中情局曾在2022年夏天就北溪管道遇袭向德国发出过警报。根据荷兰军事情报局泄露给媒体的信息显示，袭击发生3个月前，美国就已经知晓了乌克兰将要发动行动。美国中情局还曾通过中间人转告乌克兰，美国反对这样的行动。毕竟北溪管线被炸可以给美国每年带来上1000亿美元的这个收益，而且毕竟美国通过这次北溪管线确实可以让俄罗斯受到实质性的伤害，所以我们看到即便美国情报部门提前跟德国打了招呼，说北溪管线可能被炸，但是后来还是炸了这也说明了就是盟友在关键的时候是用来交易的。8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不再直接对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乌克兰有武器需求由北约承接，美国仅与北约进行武器交易，北约全额支付武器费用。8月28日，多家德媒就开始爆料，制造北溪案的乌克兰7人小组被推上台面。但如此重大的一起能源管线破坏案，真的是7个几乎找不到官方背景的乌克兰人就能干成的吗？俄罗斯可能是坚定怀疑的一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此前就曾对一小队人独立作案的说法一笑置之，称其荒谬。无论如何，3年的漫长时光后，北溪案的真相又有了新说法。德国的刑事侦查也告一段落，而真正的真相又是什么呢？案件的新进展又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北溪管线这个调查之案，虽然是已经涉及到了乌克兰的具体的这个军事人员、情报人员，但是短期之内不会影响到莫茨政府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不会影响欧洲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从中长期看呢，北溪管线确实会影响到欧洲国家对俄乌冲突的这个认识，让欧洲看到乌克兰并不是仅仅对欧洲是有利的，还给欧洲带来了损失。认为呢，在未来地缘政治危机中欧洲应该更理性、更现实，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欧洲对俄乌问题的立场，影响美欧之间的战略互信。北溪案的政治意图明显，切断了俄罗斯向欧洲的天然气输送，直接影响到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和行动。有分析认为，这正符合当时美国政府对欧洲的期待。而如今案件调查的新进展仍然是政治意味浓厚，乌克兰政府被标注了重大嫌疑，这与泽连斯基在特朗普心中的位置非常相似，或许只是枚棋子。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